女人拉起公爹就跑，公爹根本不想走。我的白面，我的白面！感情这位老汉正在集市上卖白面，儿媳妇翠莲突然出现，拉起他就跑。老汉含火，心里可真上火了。我说翠莲，我这白面卖得好好的，你干嘛不让我卖了？不卖也行，咱得把白面收了带回家去呀。翠莲气喘吁吁，只说了一句话：爹，顾命要紧，那白面咱就不要了。恭喜二人跑出来好远的路，终于到了一个没有行人的偏僻角落。翠莲带着公爹含火走进一个破庙，见破庙里空无一人，翠莲这才告诉含火老汉：爹，出大事了，郑屠他被土匪给劫走了，他让我跑来救您，因为那土匪说了，扫荡完咱们村子，他们就会来这个大集上烧杀抢掠啊。含火一听就急了：翠莲，你说什么？我儿郑屠他被土匪给劫走了，那还能有活命吗？不死也得掉层皮呀，我得去救他。说着话，韩老汉跑出破庙，顺原路要赶回集市，打算从土匪的手中夺回儿子韩正屠。儿媳妇翠莲根本拦不住，只好紧紧跟随。韩火不让翠莲跟着，同样翠莲也不听他的。爹爹，我怎么能置你于不顾，自己在这里苟且偷生呢？恭喜二人跌跌撞撞回到集市上，这么一看，两个人全都愣住了。就见集市上那些个做买做卖的，以及来自附近村庄赶集的男女老少们，一切如故，还是那么热闹非常，红红火火。含火老汉的面粉摊位跟刚才离开的时候一样，原封未动。可是韩老汉并不收拾面摊，转身就走，不用问，这是要赶回自己的村子去找土匪救儿子。儿媳妇翠莲也紧紧跟着。走了没几步，翠莲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光顾着着急了，得提醒一下集市上的乡亲们呐。乡亲们，快别赶集了，估计一会儿啊，土匪就要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旁边有一个卖菜的老太太，眉毛一挑，两眼一瞪：好啊，你这贱妇，既然知道有土匪，刚才怎么不说？我盯着你们老半天了，你跟这老汉什么关系？鬼鬼祟祟，是不是在这儿故意散布谣言啊？大伙儿可都别上当啊！翠莲哪有时间跟他废话，连理都没理这老太太，接着追上公爹的脚步，一起往家里赶。没想到那卖菜的老太太以为翠莲是怕了自己，她居然追上翠莲，动手就要打翠莲。哎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一阵杂乱的马蹄之声由远而近，一群土匪很快出现在了集市上。他们是见东西就抢，见年轻的男人女人就抓，男的可以干苦力活，女的可以供他们玩乐。一名大土匪一眼就看见了翠莲，哎呀，这个小娘子可太美了，简直能把人给美死。大土匪一看有一个老太太正揪着翠莲的胳膊不放手，大土匪这个气，你是要跟我抢美人是怎么着？抬腿一脚就把老太太给踢出去1丈多远，咕咚一声，卖菜老太太脑袋着地，直接便魂归那世去了。大土匪一手拉过来翠莲，将翠莲拖上了自己的马背。老汉含火岂能坐视不理，任由土匪抢走儿媳呀？他举双手就要掐住土匪的脖子，想跟他拼命。大土匪哪把老头放在眼里，一抬胳膊挡住了含火的双手，紧接着抽出腰刀，
就要结果了韩火的性命。且慢，大王，这个人留着有用。大土匪的一个贴身心腹小土匪小声告诉大土匪：大王，这个老头是个有名的神算盘，特别会计算。咱不是缺个管账的吗？您可以让他给咱们管理账目啊。大土匪眼珠子一转，好小子，你这个醒提得好，就这么办。就这样，韩火与儿媳妇翠莲一起被土匪们掳上了山。那么他的儿子韩正图呢，早就被带到山上关进水牢里了。刚才为什么那帮土匪到集市上比较晚啊？就是因为抓的人抢的财物太多，先送回山上了一趟，然后才二次下山到大集上去抢劫。这回可好，老汉韩火也被关进了水牢。在黑漆漆的水牢里，等老汉的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，发现儿子韩正图就在他的身边。儿子，你怎么样？没有受伤吧？韩正图没等父亲把话说完，赶忙就用手捂住了韩老汉的嘴。爹爹，不要说话，我很好。与此同时，儿媳妇翠莲已经被大土匪软禁在了一间红屋子里，今晚就要成亲。大土匪头子呢，命人把抢来的所有财物全都入库之后，找来了山上的二当家，他的结拜义弟白玉龙。老弟，今天哥哥我又替你找了一个嫂子，待会儿就请你喝喜酒啊。金刚大哥，我劝你多少次了，咱们还是劫富济贫为对，更不应该强抢民女啊。哼，就知道你得说这几句，真是扫兴。说到这儿，只见这位大土匪黑金刚使劲一拍桌子，呼啦啦一下子闯进来几条大汉，不容分说，按住二当家的白玉龙就给捆上了，也给关进了水牢。感情这黑金刚早就对二弟白玉龙不满了，认为白玉龙处处跟自己对着干。今天这是提前安排好了的，关起白玉龙来，他好高高兴兴娶压寨夫人。一番酒宴之后，黑金刚便进入了洞房，就是软禁翠莲的那间红屋子。翠莲也早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她誓死也不能受辱。黑金刚醉醺醺一进屋，翠莲就将一把剪刀对准了自己的喉咙。畜生，你敢靠近一步，我立马就死在你的面前。嘿呦，小美人儿，性子还挺烈的嘛，哈哈哈哈！老子还就喜欢你这样的。说着话，黑金刚就要扑向翠莲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突然屋外一声大喊，把黑金刚给吓了一大跳。起火了，后山起火了，水牢起火了。这可不是小事，要是跑了别人倒无所谓，水牢里还关着二当家白玉龙呢。他要是逃出来，还不得找我算账啊？想到这儿，黑金刚酒醒了一半，赶忙转身出屋，要到后山水牢去看看。可刚一推开屋门，迎面白光一闪，没等黑金刚明白怎么回事呢，人头已经落地了，尸身扑通一声栽倒在门边。翠莲惊叫一声：“相公，怎么是你？”“谁呀？”“对，还真就是翠莲的丈夫，卖白面老汉韩火的儿子韩正图。原来啊，这位韩正图素有大志，在这乱世之中，他决心要抚国安民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自从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山寨的二当家白玉龙之后，两个人十分投缘，定下了计划，要里应外合，干掉大土匪黑金刚，带着山上的弟兄们去走正道。
今天黑金刚下山抢劫，韩正图是故意被劫上山的。现在已经杀了那恶人黑金刚。白玉龙把山上的弟兄们集中起来，一番动员之后，大伙都很高兴，全体同意，跟随着白玉龙和韩正图一起赶往荆州，投奔刘备、刘皇叔去了。